进来。团长，2营4连派人来报，一小股不明身份的鬼子在石门村进行夜袭，大连跟水生已经跟他们干上了，目前战况不详。不明身份的鬼子？是，鬼子人数不多，但是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夏军，你终于来了。周杰，集合特战队，跟我去石门村。走。隊長閣下敵に囲まれました。よく聞け。 ZB-26 とモーゼンだ。我々と対決する相手は強い。もう一度やります。ダメだ。今劣勢に立たされている。これ以上死傷者を出せない。今回は仮想攻撃しかないから全員伝令撤退だ。はい。 由于鬼子来的突然，4连的弟兄吃了点小亏，6人阵亡，10人重伤，20多人轻伤。俺们特战分队仅2名队员轻伤，歼敌4人。索尔谋惊的这伙鬼子很邪乎，比普通的鬼子能打，火力很猛。哎，你看这身装备，还有这使的这个枪，俺们以前从来都没见过。德国货。这伙鬼子什么来路？还装备德国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们就是鬼子的特战队，这伙人的头就是我在德国的同学朱夏俊。朱夏俊，跟他们比起来，咱们的装备差的不是一点儿。报告团长，刚刚得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1团2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一伙鬼子偷袭，损失惨重，清源山阵地失守。清源山失守了？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在组织国军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 团长，啊，准备一下，咱们去清源山。是，特战队员，是。小辉，我还是来晚了。昨夜清源山阵地失守，清源警备旅防线全线震动。虽然你送来的消息很及时，但是负责防务的1团2营。 却自视地形险要，完全没有把这个消息放在眼里，最后让敌人从后山偷袭得手。渎职的2营长已经被军法处枪决。清源警备旅防御态势一下子就陷入到非常不利的局面。如果我没想错的话，竹下郡有一支专门用于山地作战的特种部队，
特种部队。青源山的地形险要你也说了，后山那更是险中之险。竹下郡能在夜里面从后山发动突袭，没有山地部队他做不到。第一，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1级战备，所有部队进入阵地，枪不离手，睡不更衣，加强警戒，做好战斗准备。是。第二，鬼子经过昨晚的侦查之后，很有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你们回去之后研究一下地图，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隘、哨卡，还有人迹罕至的山沟、悬崖，都派人给我看好了。是。大家分头准备吧。散会。赵杰，到。通知大力、柱子、水生，10分钟之后到我房间。是。水生，柱子，你们2个今天后半夜就出发，提前到半山亭侦察一下情况。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地把他们干掉，然后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明天监视竹下郡。是。记着，没有我的手势，不许开枪打他。明白。大力，明天你跟着我，知道咱们要去见谁吗？是不是？昨天鬼子那支特战部队的指挥官？太好了！你先别美，吩咐你2件事儿。第一件，你的驳壳枪别带了，带把步枪过去。为啥？这万一近距离和鬼子打起来，吃亏咋办？第二件，你的弹盒别带那么多，带1个就够了。为啥，排长？我教你了，面对自己敌人的时候，要虚虚实实，不能让他清楚你的底细。是，不能让他们摸到俺的底细。你慢慢琢磨，别想得太晚了，明天还早起啊！我先走了。
目标：半山亭中左侧和服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团长和大力来了。知道了，注意看团长手势。明白。회사 지부대다다 A 거구。 你我都是军人，少了条胳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しかし、先生のため、君の大切な腕を失わる入れと思わなかった。すまない。真是对不住我，这么多年没说日语，忘了。魏国说笑了，当年在柏林，魏国的日语可是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日本的侨民都以为你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还是你诸下的中文说得好。又说笑了。魏国请。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先生。见过周卫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会的。魏国，不介绍一下你身边的这位朋友吗？告诉他们，叫什么名字？俺叫杨大力。杨大力，好名字，人如其名。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呢。这小日本真有意思啊！俺还没把他撕成两半呢，他怎么知道俺力气大？魏国，请坐。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该见的总要见的。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你忘了，你我之间的朋友关系，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已经结束了。在战场外，我永远都会把你当朋友。只要你拿着武器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是我的敌人。看来你还是没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茶经有云：淇水涌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是青原山的水，自然是上品。魏国，请用茶。诸下，你杀人太多，茶道已经不适合你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泉水，都遮不住茶里的血腥味儿。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也是无可奈何。不错，你我都是军人，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周先生，我们从日本进入中国，就是为了把你们从这样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是为了不让你们沦为欧美等国家的殖民地。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
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为什么我们不能联合起来，创造大东亚的共荣呢？殖民统治不叫民主，嗜杀成性不叫文明，侵略就是侵略，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不配。看看你们腐败无能的政府，难道这样的政府也值得你为他效力吗？我效忠的是这个国家，以及在这个国家居住的人。我不像你走狗。北国一别5年了，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今天有没有兴致，我们切磋切磋？如果我说我没兴趣跟你切磋呢？怕了？我是怕我忍不住把你斩了。原来是客，你的先挑。主下，你现在站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更何况，你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主客关系可言。北国，但愿你的剑道修为能够比得上你的刺锋。团长也真是的，跟小鬼子比刀干什么？给俺们发一信号，一枪过去不就行了？主子，团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咱们盯紧就是了。别动！主子，1点钟方向，与我登高山坡，有鬼子狙击手。目标：1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4，右西向东。目标已锁定，射击已准备就绪。先等等，我再找找鬼子第2狙击手。没有发现鬼子第2狙击手。崔森哥，你就让俺开枪吧，俺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开枪。这样，待会儿我喊开枪后，你马上开枪，开完枪立刻隐蔽，千万不要抬头。明白。主子，开枪！
继续盯着。刀背，这不是我教你的。谢谢你给我泡茶喝。李国，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改日在战场上相遇，你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现在刀就架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经动脉，你就可以履行你的承诺了。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你我虽无师出名分，但我的剑术的确是出自于你，我不会用它杀人。探长，跟这种人讲什么道理？换了是俺，趁早一刀宰了干净。魏国，我真的不想和你做敌人。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和你做敌人。我们中国人，没有人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我们现在是敌人。今天我不杀你，不代表改日战场上相见。我不要你的命，这算是个约定吗？就算是吧。那好，就请你也留好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你尽力，我竭尽所能。记着，我不要俘虏。大力，走。平生一知己，生死两相争啊！宫本，让你费心了。刘主言重了。你安排了几名狙击手？4名。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又损失了4名狙击手。对不起，刘主，全怪卑职瞒着您安排了这一切。我理解你的做法，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周卫国，而是整个虎头山的八路军。卑职明白。你对周卫国怎么看？周卫国这个人，实非泛泛之辈啊。宫本，你是情报官出身，不妨说说你对周卫国的看法。首先，周卫国这个人很懂得示弱。就拿他的日语来说吧，他说的忘记了，但是宫本绝对不会相信，他会忘记一项和皇军作战有实际用途的技能。我也不相信，就像我也忘不了中文，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们都说中文的原因。您注意到了吗？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士兵佩戴了1个弹盒，1个弹盒最多只能装30发子弹，这说明虎头山的八路军弹药不足。另外，这个士兵的弹盒佩戴在他的右前方，这也说明了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弹盒。看来他的士兵训练也有问题。刚刚那个士兵叫周卫国排长，难道周卫国还只是个排长吗？不过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周卫国以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军官，后来投靠了共产党，他还有一个被共产党接收的过程。从以前的战例来看，他所经历的都是小规模的战斗，由此我可以判断，虎头山的八路军，特别是周卫国的突击队，只是小股部队而已。这次见面，看似我们获得了很多周卫国的信息，可是你仔细一推敲，你会发现这些信息并无助于我们的判断。卫国呀，卫国，我还是低估你了。团长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就这么放过这2个小鬼子？车子，你想想这是谁的地盘啊？如果现在我们开枪毙了这2个鬼子，团长他们能安全离开吗？是俺不对，俺没你想的多。
好啊。团长的安全就在我们2人身上。只要团长还没进入刘营长防区，我们就盯紧这2个鬼子。明白。对于突击部队的使用，我还是不如周卫国。虽然我们的突击队在装备和火力上占有优势，队员又都不是新兵，可是我们缺乏小股突击部队作战的经验。相反，周卫国的突击队在组建开始就一直和皇军处于交战状态，作战经验丰富。在这一点上，我确实忽略了。宫本情报支持不力，今日又越级指挥，还请指挥官阁下责罚。这不怪你，我本应该更了解周卫国，毕竟我们俩同学2年。但是，你已经有5年没有见过他了。你要知道，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是啊，5年，5年的时间足够长，长的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但是有一点，周卫国没变，还请留主明示：凡事谋定而后动。卑职也有同感。据卑职分析，周卫国这个人是惯于后发制人的，但是每每却会后发先至，就像他的狙击手。对面的朋友，多谢手下留情。手下留情，行动嘞。宫本，有板6.5毫米步枪弹足可以穿透你的身体，再打中我。但是还是很感谢你对我的护卫之情。卑职惶恐，刘主身份高贵，只怪卑职照顾不周，才让刘主陷此危险境地。这不怪你，要怪就怪周卫国的狙击手太出色了。还请刘主责罚。宫本，请坐，坐下吧。你我现在其实都已经是周卫国的人质了，但是在周卫国离开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前，我相信我们还是安全的。叔子，我估计再过半个钟头，团长他们就能进刘营长防区了。到那时候，我按开枪。明白。宫本，你相信我吗？刘主，卑职从来没有怀疑过你。那好，请你仔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记住，身体不要乱动。从刚才我跟周卫国比刀的声音判断，周卫国的狙击手应该有2名。从刚才陶罐的弹着点来看，这2名狙击手应该在我12点钟方向。在我的身后各有一根柱子，柱子大概宽40厘米。如果一个成年男子能够侧身躲在柱子后边的话，就算身体暴露出来的位置，连最优秀的狙击手都击不中。在我数到3的时候，我俩分头行动，目标身后柱子。卑职明白。根据我跟禁卫旅团长的约定，再过1个小时，如果得不到我的信息，将会有2个突击分队和至少3个中队的皇军赶到这里。这次和周卫国相见，我并不想对付他，也不希望清援的中国军队趁虚而入。和最好的朋友做敌人，总得当面有个交代。宫本，咱们俩可得在柱子后边待上1个小时。再过1个小时，就该轮到周卫国的狙击手被猎杀了。
朱子，别乱动，狗日的！就算他们躲在石柱后边，但只要咱们俩还在，那就下不了山。明白？主子，估计团长已经进刘营长防区了，咱们也该撤了。水生哥，就这么放过这2个小鬼子，太便宜他们了。这2个鬼子头现在躲在柱子后面，我们拿他们也没办法，算他们运气好。团长现在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这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等鬼子大部队来了，咱俩就走不了了。柱子，撤！狗日的，俺也不能便宜了你们。突击队在这几天的作战中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作为这支突击队的指挥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通过这几天的作战，我们也认识到我们的不足，那就是我们极其缺乏小股部队突击作战的经验。这是12名帝国勇士用鲜血换来的教训，诸位都应该明白这个教训如何的珍贵。今后，我们将弥补这个缺陷，因为你们都是帝国勇士中最优秀的士兵。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能不能做到最优秀的突击队？能！拜托诸位了。天皇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杀光中国人！帝国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杀光中国人！杀光中国人！杀光中国人！解散。指挥官阁下，实战经验的不足，必须在战斗中得到弥补。那么，接下来该做什么呢？庆援中国军队。嗨。哎，你听听，啥呀？哎，奇怪了，刚刚还听见什么呢？你没听见吗？我说你这人咋疑神疑鬼的呢？我跟你说个事儿，现在来的鬼子援军啊，可厉害着呢。整个二营的事你还知道吗？不知道。这整个二营的阵地啊，就是让这帮鬼子给端掉的。我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兄弟说，他们都是睡觉的时候让人给抹掉脖子的。这帮鬼子可狠，枪法贼准，个个都杀人不眨眼。真的假的？我胆小，你可别吓我呀！不是我吓你，咱不是没跟上一个好长官吗？这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至于这么担惊受怕吗？为啥呀？这事你不知道，这一营刘营长可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呀。周卫国是那个打鬼子最狠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呀。啊，这虎头山方圆百里
难不成还有第2个周卫国？那就算人家刘营长是人家周长官的弟弟，那凭啥咱跟了他就不用担惊受怕？现在这鬼子天天到处打这个打那个，怕过谁呀？那虎头山八路军狠，把人家给打残了，鬼子不敢招惹他，这鬼子心里窝火呀，气儿没地撒。这不就是按照咱们国军了吗？这刘营长跟人家师兄学了几招，也狠，鬼子也不敢轻易招惹他。这咱营长不是没搭上八路这根线吗？苦谁呀？不就是咱们这帮人吗？对呀，早知道啊，我就跟人家八路军去了啊！哎，你后面。一团3营前哨阵地，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具兄弟的尸体被斜吊挂在掩体外面。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啊？这他妈才几天，丢了青云山阵地不说，现在还让鬼子摸到了咱们眼皮子底下，把他妈前哨阵地都给端了。都说钱打水漂，钱打水漂，就算是钱打了水漂，还能听见个他妈响。你倒好啊，那是整整一个排，37个弟兄，死的连他妈个动静都没有。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么快就再次发动偷袭，他们是要等到鬼子打到了清源县城才开始想吗？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也动用了他们的秘密部队。他们，你这儿长的是脑子吗？我问你，长的是脑子吗？我看就是他妈一堆大粪！鬼子的秘密部队第一次出动，那叫秘密部队，这他妈都第2次了，还他妈叫秘密吗？清源山阵地丢了，杀了一个营长，这一次，老子不在乎再多杀一个团长。吕座开恩，吕座开恩了！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非常得当。这次是鬼子太狡猾，得当个屁！要真不值得当，还能被鬼子偷袭？2营、3营都被鬼子偷袭过，为什么1营刘志辉的阵地，人家那才叫不值得当？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但是他的阵地跟2营、3营相比，的确离鬼子更远。我平时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们这些人，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吕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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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恩呐！吕座，严团长跟随您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请您法外开恩。都他妈给我闭嘴！传我命令，1团3营营长王勇以渎职罪就地枪决；1团团长严世贵免去团长职务，送军法处；1团1营营长刘志辉升为1团团长，军衔晋升为中校。坐吧，别客气。哟，中校了。因为前天晚上鬼子的偷袭，我们1团3营长被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军法处，由我接任1团团长。这事儿我听说了。37个兄弟就这么被鬼子给杀了。我检查过他们的尸体，都是要害中刀，一刀毙命，死前甚至来不及做任何反抗。哥，这次来增援的究竟是什么部队啊？短短5天内，警备旅先是丢了清源山阵地，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面临危险。说实话，我觉得这次来增援的部队
和你手下那支特战队很像。记得当时在虎头山，我们营就是莫名其妙的被你们活捉的。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奔着我来的，他们的指挥官叫竹下俊，是我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报告，团长，不好了，石门口有老乡踩上地雷了。怎么回事？今天早晨，2个斜塘村的老乡在石门口山上附近打猎，下山的时候不知怎么就踩上地雷了，一个老乡当场身亡，另一个老乡双腿被炸断。虽然经过卫生员抢救，但是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我不是给部队下过命令吗？不见鬼子，地雷不许挂线。那个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身上取出的弹片也证实了不是我们根据地自己造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后来工兵在石门口和一线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埋有鬼子的地雷。数量多不多？数量倒是不多，但是每颗地雷布设的都非常巧妙，如果不特别注意，根本就发现不了。而且布设的位置都是各处要道。传我命令，部队加强警戒，绝对不能让鬼子再进山。还有，去告诉斜塘村的老乡们一声，最近不要出门，等我们的工兵把地雷拍干净再说。是。按照您的吩咐，在虎头山外围的沟渠里灌满了水。昨天晚上就在泰丰逮到了八路的一条鱼。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就已经让虎头山的八路军疲于奔命了。卑职实在是佩服。其实我做这些，都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缓兵之计。我了解周卫国，我目前做的这一切，不管我做什么，我想周卫国都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找到解决的办法。我目前所做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我的突击队赢得时间。我要让他们在最短时间内熟悉这些全新的战术。刘主，恕卑职无礼。卑职以为，即便是没有这支突击队，只要有刘主您亲自坐镇指挥，全歼虎头山的八路军，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你太不了解周卫国了。在我对我的突击队没有全部信心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制止得住他的。听完了赵杰的汇报之后，我有一个想法：这一仗，如果目标只是鬼子的一个炮楼的话，那就打得太小气了。既然要打，咱们一营就打个翻身仗。一营1连1排和直属队第1分队由我指挥，负责端掉鬼子的炮楼；1连3排加第6区小队负责伏击东北方向鬼子的援军；第7、第8区小队负责佯攻东北方向鬼子据点；2连3连负责伏击西面来的鬼子援军。大力，派人通知一下清风寨的朱老大，有肉吃，不能忘了朋友。是。有信号，赶紧回应一下。俊才，走，跟我下去招待客人。是。袁排长是吧？我是周卫国。久闻周长官威名，今日一见，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袁排长辛苦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呢，穿这身衣服，难为你们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竟然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我们自新的机会，我们恐怕早就做了贵军的刀下孤魂。周长官对我们恩重如山，但有吩咐，我袁大刚绝不敢犹豫半分。哪怕您让我们现在拿起武器去跟鬼子拼命。袁排长，跟鬼子拼命的事儿有我们呢。你们的身份特殊，我们现在需要像你这样的内应。周长官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
绝不含糊。我们兄弟37人的命，早就交给八路军了。确实有一件事儿，需要你帮忙，请周长官吩咐。我需要你们身上这身军服。我们的军服？对，只要周长官吩咐，我们绝没有二话。我马上吩咐弟兄们把换洗的衣服给你拿来。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面的那个鬼子炮楼？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面的那个鬼子炮楼吃了亏，我就想以贵军的形势，一定不会放过那个鬼子炮楼。通知各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是。袁排长，谢谢。哎，怎么了，周长官？我们的衣服不要了。周杰，到，再去侦查一下。怎么了？连一个伪军的排长都想得到我们要报复鬼子的炮楼，竹下军没道理想不到。敌情没有侦查清楚，是我们直属队的责任。这样，我带一分队再去侦查一次。去吧。一分队，走。直属队刚刚结束了最新的一次侦查，我们预定攻击的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什么异常，可是我们绕过这个据点去接近其他2个据点的时候，在公路边发现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采取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只是留下了队员监视了他们的动静。这次侦查的结果已经很清晰了，鬼子设了伏兵，那就说明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我们的作战计划了。排长，鬼子有伏兵，这个仗咱们该怎么打？报告指挥官阁下，一切准备就绪了。宫本军辛苦了，多谢指挥官夸奖。能为天皇陛下效忠，分所应当，卑职诚惶诚恐。刘主，请恕卑职冒昧，我想问一句，你怎么能够肯定周卫国一定会报复我们的那个炮楼呢？昨天晚上的战斗，虽然我们这边没有八路军方面的具体伤亡数字，但根据那个炮楼的汇报，偷袭的八路军不但有5挺轻机枪，还有掷弹筒。只不过因为距离稍远，炮楼才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根据八路军的装备水平，拥有掷弹筒的部队至少是连1级的单位。一次连1级的进攻被打退，相信周卫国的损失一定不小。据我对周卫国的了解，他不会甘心吃亏，这是他的性格，轻易的不会改变。如果周卫国能够亲自来的话，那倒省了我们的事儿了。宫本军，请不要小看周卫国，对付他，我们不能有一丝懈怠。有主多虑了，我们一个炮楼能够攻击八路军1个连的军队，再加上从附近2个据点抽调的兵力，我们可以集结1个中队的力量，再加上刘主您亲自部署，就算八路军的部队由周卫国亲自指挥的话，我们也必将大获全胜。宫本军，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计划再周详，不到最后一刻，结果如何，还未可知。他们知道了作战计划，不代表他们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如果我是竹下军的话，我一定会以炮楼为诱饵，因为那个炮楼才是他们可能遭到报复的对象。鬼子先入为主，以为我们的主攻方向会是炮楼，他的所有部署都是围绕着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哪儿呢？那就是小鬼子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之处啊！啊，对，咱们要做的就是把局势搞乱，越乱越好。咱们从现在开始分为4个分队，第1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第2分队负责佯攻北面的炮楼。朱老大，你的人马是第3分队，你们负责佯攻西面。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直属队第1分队由我指挥，我们作为预备队，等战斗一打起来，主攻的方向肯定会有的。好，大家准备出发。排长，
你说，八路今晚真会来吗？这我哪知道？那太君还让俺们趴在这儿，一趴就是4、5个钟头。叫你埋伏就埋伏，连太君都在咱们后边趴着，你小子还想怎么样？班长，要是八路不来，俺们岂不是白累了一场了？你小子哪儿那么多屁话？你他妈还真想八路来呀？你以为八路就那么好对付？奶奶的！一会儿八路要是真来了，老子让你第一个去冲锋。刘主，情况有变，台风方向虎头山外围第1道封锁线的第16号、17号、18号3个据点，第2道封锁线的第10号据点，同时遭到了八路军的大规模袭击。由于兵力都被抽调用于设伏，所以16号、17号、18号3个据点同时要求增援。3个据点同时遭到袭击，也就是说没有主攻点。好一招浑水摸鱼！魏国，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上当。刘主，八路军的主攻方向不明，我们该怎么办？静观其变。团长，对3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和东北方向鬼子据点都只有20几个人防守，马路边的鬼子伪军没有什么动静。朱家军呐，还真沉得住气。小鬼子不上当，我们下一步怎么办？鬼子不上当，咱们就真打。通知第1分队、第2分队，40分钟之后佯攻变总攻，以最快速度拿下所有鬼子的炮楼和据点。另外，通知清风寨的人马，40分钟之后也撤退。撤退之前，记得在路边埋上地雷。至于路边埋伏的鬼子，就让他们接着埋伏好了。团长，我们就这么撤了吗？拿下2个据点，杀了40、50个鬼子，这趟算没白跑了。再这么打下去，胜负就不好说了。听我的，撤。是。刘主，15分钟前，17号、18号2个据点汇报说，八路军的进攻突然变得猛烈了。5分钟前，他们与总部失去了联系。目前，我们正在紧张的联络当中。没必要再联系了。那2个据点已经被八路军攻占了。10分钟啊，1个据点1个炮楼，好快的速度呀！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攻占2个据点，一定是八路的主力。刘主，请您下令让设伏部队出击吧。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我们大大低估了虎头山八路军的战斗力。此次集结的1个中队，已不能满足作战的需求，让他们就地建立防线，防备八路军的袭击。刘主，难道我们就不进攻了吗？进攻？胡本军，请问我们攻击的目标在哪里？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魏国，这次你赢了，不知道我们下次交手会怎么样。经过了连续9天的搜索清除工作，在付出了阵亡14人的代价之后，教导营工兵连终于将鬼子埋设在根据地的地雷彻底清除，虎头山乡亲们的生活也恢复了原样。但是，在排雷的过程中，乃至地雷完全清除之后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内，虎头山外围驻守的各营连都连续和小鬼子部队发生了遭遇战。除了偶尔几次有特战队参加的战斗之外，其他每次遭遇战，鬼子的小部队几乎都能从容撤退，这让各营连长恨得直咬牙。参谋长，有没有特战队参加的战斗结果反差巨大，所以啊，
俺们每个营长都希望每个营都配出团直属队各一个分队，拳头只有攥紧了打出去才有力量。非但如此，因为竹下军那支秘密部队有着极强的渗透能力，所以我建议还要抽调全团战斗力最强的1营3连，在加强了火力之后，和特战队共同组成一支由周卫国直接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应对根据地内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报告。进来。报告。刚刚接到上级通报，据可靠消息，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希望各个根据地加强戒备。好，等老周回来，立刻召开虎头山根据地军政领导会议。宫本军，请进。指挥官阁下，冈村司令官发来的训令。念吧。竹下军，方面军上下军对军俱以厚望，然时至今日，突击队仍围歼寸功，与此方面军成立突击队之初衷相差甚远，亦有负于临行之托。虎头山共匪以一隅之地，牵制皇军甚重，虽于大局无碍，然恐他处竞相效仿，致华北匪患成燎原之势。以军职大才，主持虎头山剿攻事宜，非牛刀杀鸡，实为防微杜渐。且突击队经实战锤炼后，另有重任，虎头山治安拜托于君，望君深思力行。凯旋之日，余当亲往迎之，祝武运长久。大日本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明次，昭和17年4月29日。对于冈村司令官阁下的训令，不知道宫本军有什么看法呀？卑职认为，对于整个战略大局，自然应该由高级指挥官全面掌握，但是最了解战场情况的，则是一线的指挥官。因此，在作战的时候，应该给予一线的指挥官更多的发言权。阁下，恕卑职无礼了。卑职认为，冈村司令官阁下这个训令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而且他这种干涉一线指挥官指挥作战的行为，也与一个方面军司令的职责不相称。宫本军，请你注意自己的言辞。宫本所说，正是宫本心中所想。司令官阁下并不了解虎头山的八路军，也不了解周卫国这个人。然而，刘主您知道，卑职知道，金卫文旅团长也知道周卫国这个人的厉害。既然冈村司令官阁下已经有训令了，我想我们的突击队近期一定有所动作。难道突击队各个分队对虎头山的八路军进行的连续式的袭扰，还不算动作吗？那只是为了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真正的动作还没开始。刘主，您的意思是？宫本军，我们的伞降兵训练的怎么样了？黄家坪机场只有3架运输机，每一次最多也只能运送3队兵力。3个分队，那就派1、2、3这3个分队吧，命令他们随时做好伞降作战的准备。是。指挥官阁下，金卫文旅团长请您去他的旅团部，有要事商议。你下去吧。是。这个金卫文旅团长找您又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呢？金卫文旅团长好像从来没有邀请过我吧？既然这次例外，那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宫本军，请您陪我去一趟旅部。卑职遵命。
竹下さんと宮本さんが来ました。どうぞ。竹下くん、宮本くん、迎えられない。いい茶ですね。おや、さすがお茶な好きな人だ。これは清源山の茶だ。美しい名前を持ってる。雨、霧の姫だと見なさい。葉っぱはみんな美しい少女の眉のようで。清源山の特産物だな。やはり旅団長殿もお茶の達人ですね。ただ山の特産物といえば清源山は古東山と比べ物になりません。古東山の新茶を召し上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もしかして宮本少佐は古東山のお茶を飲んだのか？宮本少佐の言いたいことはそうじゃないと思いますが、お互いに協力すれば来年までに古東山の新茶が飲めるようになることであります。よーしよーし、頼むぞ竹下、宮本、協力して古東山の八郎を殲滅するのだ。それから一緒にうまいお茶を飲もう。八郎軍を殲滅するのは簡単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君の言った通りだ。特にあの周英国、なかなか厄介なやつだ。旅団長殿がお呼びになって何のご用でしょうか？青函拠点を失った時、その地下の倉庫には100箱の特殊塩が隠れてた。特殊塩？この100箱のものは本来は投機作戦に用意したものの、まさか青函のような頑固な拠点も占領されたとは。これらの大事なものもこのまま八郎に取られてしまった。大王軍部の作戦報告書によっては青函拠点を失った後、地下の倉庫も含めて全て八郎に壊されていたのでは。もし本当そうならばよかったが、青函を失ってから4ヶ月後、大砲と清源の駐在軍指揮官は次々と八郎の手紙を受け、それらの手紙には明確にこの100箱が彼らの手にあると書いてあった。それだけで信じるものですか？だから手紙と一緒に黄色1号って特殊塩の塩缶、今検討しようとすることと何の関係がありますか？竹下見ろ。5月10日までに敵古東山の八郎に徹底的な掃討をさせると命じる。また必要とするときに赤1号特殊塩を使ってもいい。大日本河北方面軍岡村司令官より昭和17年4月29日。
岡村司令官が作戦に特殊塩の使用を許可されました。しかし8路の手に黄色1号が、それは心配してることだ。おっしゃっている意味は、つまり我々が古藤さんの8路を攻撃する前に、お前が突撃隊を率いてあらかじめ行動して8路が黄色1号を隠したところを見つけて、そこを粉砕しろ。万が一的に使われたら大変やばい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から、私は君の軍を命令する権利はないと分かったが、でも帝国の勇士のために頼むよ。大変恐縮です。竹下君、今回の行動の危険さと困難さが分かってるが、頼むよ。なんとかして。時間ないので帰って準備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君が自ら指揮するんなら、今回の総統は必ず勝つ。古藤山地区の戦況も逆転すると信じる。お茶を。刘主，您刚才为什么要答应他呢？我们突击队并不直接归他管的。为了我们数千帝国勇士的安危，就算他不求我们，我们也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啊。北志明白。可是刘主，您认为我们准备好了吗？你觉得司令官阁下会给我们充足的准备时间吗？北志担心的也正是这一点呐。就算我们准备好了，可是我们又怎么知道八路军把特种烟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寻找和摧毁八路军手中的特种烟，更重要的，我们是要摧毁八路军赵庄的指挥所，以及在八路军内部制造混乱。那刘主，您认为虎头山的作战还会有怎样的变数呢？首先，冈村司令官近期要对华北的八路军采取行动。司令官阁下在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和第2师团师团长的时候，就以打击反抗武装而闻名。相信这次定能旗开得胜，给华北的八路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会对虎头山的八路军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其次，就是我们进入虎头山的方式。八路军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这次进入虎头山不是通过几个山口渗透进去，而是从天而降。这样一来，虎头山天险无异于一片坦途，而且虎头山的地形图，我们也可以利用航空兵进行空中侦察获得。宫本，你要明白，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在周卫国身上占到过任何便宜。北志明白。这第3点，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在突击队当中，我会选择1、2、3这3个分队吗？刘主似乎在突击队最初组建的时候，就对第1、2、3分队提出了更高的作战要求，因此在整个突击队当中，第1、2、3作战分队作战能力也是最强的。我想，这也就是刘主选择这3个分队的原因吧。你说的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还请刘主明示。因为这3个分队的中文说得最好。刘主是想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魏国，我真的很想知道，是你的特战队日语说得好，还是我的突击队的中文说得好？